山河远阔，谢谢您来听我讲故事。欢迎收听悠然心语。韩云七有一个要好的青梅竹马，比他小2岁，两人相处得很惬意，虽没捅破那层窗户纸，也是彼此最在意的人。但就是这个青梅竹马，利用了韩云七的真心，从他手里骗走了50万，之后便再无音讯。他永远记得，那是一个下着瓢泼大雨的夜里，苏江北如落汤鸡一般站在他的面前，即便手握一杯热水，背后烤着炉火，他依然在瑟瑟发抖，沉默许久，才声音发颤地开口：“七七，我要到国外读研了。”“是吗？真好。”但随之而来的是长久的沉默。韩云七见他脸色暗沉，半蹲在他面前，用手抚平紧皱的眉头，怕伤他自尊，用一种平缓的语气轻声说：“我们是最好的朋友，即便天各一方，还是最亲近的朋友。”苏江北微顿，显然不喜他的回答，接着从怀里掏出一个文件袋，里面有一个陈旧的房产本，还有一份协议。这个举动把他给惊到了。苏江北的父亲刚刚去世，这套房子估计是他唯一的财产了。现在拿出来，肯定是遇到难处，而且是不得不解决的问题。七七，我想跟你结婚，但要等5年后。他突然冒出的话，让韩云七脸颊微红，精致的五官也透着些许的娇美，尤其是在淡黄色灯光下，让她的美显得更有温度。5年后，等我学成归来，我会兑现承诺娶你。但若我没回来，这套老房子归你，还有借你的钱，我会加倍打你账上，所以你能先借我50万吗？聊了半天，终于说到正点了。韩云七心里一沉，但随即释然了。不管有没有那一天，他都愿意帮他一把。谁让苏江北的父亲是他恩师，而他们也是多年的朋友。谈钱伤感情，他只要需要，他给就好了。只是心底某个位置有一点点的受伤。钱，我答应借你了，但这些东西我不需要。你的为人，我是信得过的。他掏出手机就要给他转账，竟被苏江北用手拦住。七七，你不签字，我是不会收钱的。他一直都是倔强的，而且这次一走就是5年，唯有这份协议才能让他安心。好，我签字。韩云七接过他手里的笔，痛快地签了字。两人都签完后，一式2份的协议被各自握在手心里了。突然，屋里的气氛变得有些闷。苏江北挤出一丝笑：“七七，别忘了我们可是最好的朋友。没有人会在原地一直等你，但他非走不可，因为有个人儿在等着他强大起来。”“忘不了。”韩云七毫无防备的被他拥入怀里，温柔的一个拥抱结束了今晚的谈话。一转眼竟是5年后了。那份协议被尘封在抽屉里，落了灰，也变得发黄了。而韩云七从青春正好的少女活成了人人指点的老姑娘，身心疲惫，却从未后悔过。爱一个人，就要接受他的一切，不论好与坏。某天午饭时间，闺蜜李婉宁忍不住又叨叨了：“5年01个月了。我说最单纯的韩小姐，咱能从童话走进现实了呗？人家拿钱跑路，你呢？背着50万的债务，总算都还清了，还不为自己谋个出路吗？”说完，闺蜜猛灌一大口果汁，一想到韩云七的痴心错付，就气到肝疼了。
世上竟有这么可恶的男人，那也是韩云七这种傻女人给惯的。他父亲是我恩师，而且我还的是我爸欠的债，与他无关。你还吃不吃饭了？她知道闺蜜心疼自己，但苏江北并不算欺骗自己啊，就算是，那也是他上赶着被骗。吃完饭，我就跟你去房产中介，把他给你的房子过户，郊区的老房子，怎么也能值个20-30万吧，咱也不算太亏。不行，那套老房子是他唯一的念想。韩云七刚说完，手机短信响了，看一眼后，他整个人都傻了，精致的小脸变得皱巴巴且毫无血色了。银行卡到账100万，好烫手的数字，这就意味着他不会再回来了。5年来的等待，终究是一场华丽的泡沫，易碎且又不真实。怎么了？李婉宁见他脸色不对，急声问。他把钱双倍还我了。宁宁，你说的对，有了这么多钱，我是该谋求幸福了。韩云七苦涩地叹口气。不是，你真的决定了？以后有合适的就见，随缘而定吧。韩云七最后望一眼短信，按了删除键，彼此不再相欠，也就没必要再留联系方式。还等啥？以后现在就有现成的，跟我走。李婉宁是个急性子，想做的事从没犹豫过。半小时后，韩云七就被摁在相亲现场了。你好，我叫秦宇哲。他温文尔雅，微微一笑，给人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。我叫韩云七，很高兴见到你。秦宇哲从未见过如此明艳动人的女人，举手投足都是婉约大方，若没有极好的家教，是养不出这样气质的女人。他暗自庆幸，这次相亲他真的赚到了。我经营一家茶庄，收入还算稳定。我就是一个普通打工人。为了掩饰局促，韩云七低头喝着咖啡，心中不免后悔，答应来参加相亲了。我很欣赏你们这种职场女性，自强自立，是我学习的榜样。在过去的32年里，秦宇哲都是懒散惯了，因为是家族的产业，他多少有些不用心，反而对种树、采茶叶更为喜爱，被亲戚们戏称活成了一个农民。哟，韩总监又在相亲了。站在他们身后的女人一身紧身裙，将好身材显得凹凸有致。王副总监，你也来相亲吗？我可是记得你前几天交往的男人并不是这位先生。韩云七已经历经风雨，自然不会由着同事欺负，以牙还牙，还不是手到擒来。谈恋爱分手很正常啊，哪像你守着一份协议，痴痴等了人家5年，还不是落一个被抛弃的下场？怎么终于肯接受被甩的事实，要找下家了？韩云七没废话，直接抬手给他一巴掌。打你是为了警告你，偷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活该要受惩罚。你，王佳瑶捂着被打肿的脸，望一眼身旁的男人，我被人欺负，你都不替我出头吗？话里都是一股子埋怨。秦老板，我跟他才刚认识，请你别迁怒于我。原来秦宇哲是男人的老板，与一份高收入的工作相比，刚认识的女人也就不过尔尔了。秦宇哲默许地点下头。王佳瑶不干了，她单手扯住男人衣角，冷声追问：你不是说你是茶庄的老板吗？男人微一撇嘴：我没骗你，
但秦老板是几家茶庄的持有者，我也是在给他打工。一句话噎得王家瑶脸红脖子粗了，他不想再丢脸下去，气鼓鼓地转身走了。对不起。韩云七抱歉地挤出一丝笑，他可以预见硬赶着来的相亲注定要失败了。没事，我对你印象很好。秦宇哲真诚地笑笑，仿佛刚才的闹剧与他们无关。他先是一愣，秦先生，是我的原因，恐怕让你失望了。他说的没错，我是有一个不太理智的举动，所以我们还是做朋友吧。与其说不理智，实际还不是他不死心，忘不掉某人。秦宇哲眉头一皱，好吧。虽有不舍，他还是目送他离开了。夜里，客厅的茶几旁，韩云七手拿一罐啤酒，微微一笑地说：宁宁，我终于还是做不到，是不是好傻？李婉宁朝他翻个白眼，意思自行体会。不是我说你，房子不过户，男朋友也不找，他都把钱还给你了，你难道还指望某人来与你千里相会吗？他不禁感叹，世间还有这么傻的大龄女青年。嗨嗨，韩云七被一口酒呛到了，脸红如霞，连眼泪都给呛出来了，一滴热泪透着几分冷意，不偏不倚落在闺蜜的手背上，尽显悲凉。李婉宁轻抚着她的后背，安抚的低声说：七七，咱不哭，你还有我呢。女人当自强，没有男人只会过得更潇洒。宁宁，你没去见那个秦先生，倒是跟你很配。李婉宁朝他额头敲一下，你都伤心成啥样了，还有心情给我当红娘？韩云七，你还是省省吧。话落，再抬头望时，韩云七已经趴沙发靠背睡着了，睫毛沾泪，楚楚可怜，像极了童话里的睡美人。只是那个属于他的王子是否存在呢？某天下班时间，韩云七刚才电梯走出来，就见同事们围在一起，一脸艳羡的神色，让他忍不住凑近看一眼，正巧与某人的眼神对视了。他怎么回来了？七七，好久不见。来人正是苏江北，力挺的五官褪去了青涩，更添了几分成熟稳重的魅力。虽只穿一身运动服，依旧难掩他的高颜值。你受伤了？见他手里握着拐杖，一副行动不便的样子。苏江北嗯了声，回来路上出了意外，才耽搁了这么久，你没等着急吧？他神色温柔地望着他，羡煞一旁的同事们了。不得不说，苏江北的颜值堪称明星级别了。就是腿瘸了，给他的颜值大打折扣，不免让人觉得可惜。哟，茶老板看不上，又找一个瘸子。韩总监，你还真是饥不择食。不用抬头，就知道说风凉话的是王佳瑶。这个女人还真是不撞南墙不回头，非要跟韩云七干到底了。我处理。苏江北刚要上前理论，就被他按住胳膊了。我们好久没见了，找个地方聚聚，别跟无聊的人自降身价。一场无理取闹就这样烟消云散了。王佳瑶怒视着扬长而去的豪车，气得脸都绿了。她就不明白，一个大龄剩女哪里就招男人稀罕了。还好她已经有了老板做靠山，不愁挤兑不走韩云七。车里的气氛有些沉闷，苏江北清下嗓子才开口：七七，这些年你过得好吗？还好，过得去。韩云七歪头望向了车窗外，朝思暮想的人儿
就在面前了，他竟变得苗悚。我刚回来，腿又受伤了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见他点头，苏江北才有了笑意，甚至兴奋地握住他的小手，竟被巧妙地抽开了。江北，你还没说是啥忙呢？他打破尴尬地问。我腿脚不便，想让你去我那里照顾几天，你能一口答应，我很感激。韩云七能说反悔了吗？他看着期盼的眼神，为自己的不理智，只能咽下苦果了。那我得去拿几件换洗衣服，要不你先送我回家，我改天再自己过去。他堆笑地提议。你说的对，先去你家，我们再一起回家。见状，韩云七只能敷衍地笑笑。某人是故意跟自己杠上了呗。也好，这么久没见，是该说个清楚了。韩云七望着屋里的摆设，竟一瞬间眼泪婆娑了。这是他过去的家，只是物是人非，现在再看一眼，都觉得格外的亲切。毕竟生活25年的地方，说不想念是骗人。你租的？他找回声音的问。他摇摇头。我把它买下来了，当初你把还债的钱都给了我，受不少苦吧？苏江北心疼的将他抱进怀里了。这个拥抱无关情爱，是对他无尽的愧疚。当初他一心想出国留学，竟忽视了韩云七的变化，家破人亡，背负一身债务。倘若能重来一次，他选择留在他的身边，而不是自私地逃离这个令他伤心的地方。你都知道了。他嗯了声。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今晚想吃什么菜？家里冰箱还有食材吗？韩云七想跳过这个话题，曾经的那些苦，他不想再回忆。没有，我刚回来，还没来得及去超市采购，要不我们点外卖？好吧。客随主便，韩云七没再坚持。没多会，茶几上就摆满了好吃的，还有红酒、蜡烛，十分的有情调。你脚受伤了，还是别喝酒了吧。苏江北嘴角微扬，有人在意、关心的感觉，真好。他这些年在国外，其实过得并不是一帆风顺，最惨的时候睡过公园里的长椅，吃过变质的面包。庆幸最后遇到赏识的大佬，才能让自己有了用武之地，有了今天的财富自由。而这个能让他坚持下来的人儿，就是韩云七。估计连他自己都不清楚，他对自己到底有多重要。他并不确定韩云七是否可以等自己5年，但有了那份协议，他就能光明正大地与他纠缠，默默地守护着，自己也甘之如饴。我们是朋友，关心你是应该的。江北，你以后有什么打算？他突然凑近了他。我的打算就是跟你结婚。韩云七被他的话吓得咳嗽起来，猛灌一大口红酒，才心平气和了。你钱都还了，那个协议没必要履行了。江北，我是真心想帮你，别无他求。我给你的是彩礼，你既然收了，不就是答应的意思吗？见他犹豫，苏江北脸色微暗了，眉头紧皱，瞬间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。银行转账还能拒收吗？这算不算强买强卖？韩云七想缓和一下，举起杯，低声提议道：江北，久别重逢，我敬你一杯。我不会放弃的。他仰头将一杯红酒一口给闷了。哦，他敷衍地答应着。哦，是什么意思？他不依不饶地追问，像极了小孩子，执拗而又无所顾忌。就是字面的意思，不早了，我回房休息了，
晚安。韩云七怕自己酒后失态，不等两人喝醉，就先一步溜了。没有捅破的窗户纸，确实让人觉得心慌无助。隔天中午，韩云七对着闺蜜一个劲的唉声叹气，有话就说，不然我走了。李婉宁朝他翻个白眼，不就是小男人回来了吗？至于这么魂不守舍，真给女人丢脸。他变了。韩云七无奈地叹口气，变了？变咋样了？是不是让你无上愉悦？李婉宁兴奋地问。想啥呢？我说他变了，是因为他的行为举止跟之前大不相同。宁宁，你说他是不是在国外受虐待了？韩云七满眼都透着心疼。他不像过去那么桀骜不驯，变得谨小慎微，还噩梦连连。不过是才一晚，自己就被吵醒几次，隔着2扇门，那撕心裂肺的喊声都让他不寒而栗。那不正好可以释放你的母爱？对了，过几天我们2家公司要联谊，你的那件新裙子借我穿穿呗。听说苏江北给闺蜜买的都是大牌礼服，她还指望拿着衣服找个好男人呢。随便你穿，但你要陪在我身边，我怕自己无聊。成交。3天后，公司的晚宴前半个小时，韩云七正打算出门，就见苏江北一身黑色休闲西服，稳稳地站在他的面前，别提多令人惊艳了。28岁的年纪，黄金单身汉，是一个男人最好的状态了。一起吧，他邀请地说。韩云七微顿一下，不了，我去参加公司聚餐，就不打扰你约会了。我觉得我们应该顺路。说完，他牵着他的小手，不等人儿反应过来，已经被他推进副驾驶了。我给你的新裙子，你怎么没穿？虽然她穿一件简单的白裙，依然难掩天生丽质。在她眼中，韩云七就是最美的那一个。被我闺蜜借去了，我跟她是最要好的朋友，好衣服从来都是换着穿的。在她离开的这5年，要不是李婉宁收留自己，估计韩云七早饿死在路边了。所以但凡她有，都会尽其所能地给予闺蜜。既然是你的好朋友，把这张购物卡给她，以后你们再不需要这么节俭了。苏江北顺手将卡塞进她手心，趁机紧握住她的小手。这一次，韩云七没再挣脱出来。之后的一路上，气氛有些微妙了。聚餐的餐厅，室内装饰很有格调。他们聚餐的包间，老板还特地装扮一番，显得十分温馨有情调。乖乖，你咋把家属带来了？李婉宁将他拉到角落，压低声音地问。是啊，不过是一个瘸子，也值得你这么重视。王佳瑶突然出现在他们身后，不阴不阳的话让2人都愤愤不平。你眼瞎吧，人家是健步如飞，倒是你没事老跟七七过不去，是不是有大病啊？李婉宁嘴不饶人，气势更是压王佳瑶一头，敢欺负她姐妹，简直就是找揍。假瘸子又咋样，还不是穷小子一枚。你看他一身穿的，明显的高仿。还有你，这件礼服也是租来的吧？哈哈。王佳瑶这嘴太损，一句话贬低3个人，没嚣张过3秒，老板就带着苏江北朝他们走来了。王老板。王佳瑶很识趣的向他靠拢了。王老板微笑地介绍道，这位是华尼公司的苏总，刚从总部调过来的人才，大家相互认识一下，
以后多的是机会碰面。华泥公司是王氏企业的甲方，所以王老板对苏江北十分的客气，自然也希望下属们与他能和平相处，创作更多的合作机会。苏总，王家瑶惊掉下巴了。他前几天明明还喊他瘸子，这个误会估计能让自己秒射死。王副总监，客气了，你跟我女朋友在一个办公室，还希望你手下留情。苏江北挽住韩云七的纤腰，不顾众人疑惑，堂而皇之的秀恩爱。苏总，这中间恐怕有误会。王副总监平时说话急躁，但一直对韩总监很客气，是吧？王老板瞪一眼王家瑶，他立马犯怂地挤出一脸笑。是啊，我跟七七一直相处很好的。是吗？苏江北眉头一挑，气势压人，让王家瑶没防备地后退一步。这杀人的气势与长相完全不符，就这有力气的眼神，就能把他千刀万剐了。江北，我想喝水，你陪我过去呗。韩云七和他走到一旁了，来不及抚平他的皱眉，苏江北就扑哧笑了。七七，刚才吓坏你了吧？还真是。他上下打量他一番，眼前的男人帅气稳重，气势撩人，还是那个他认识的苏江北吗？他敢欺负你，就是跟我过不去。不过刚才那一出都是我装的。他傻憨憨的一笑。哦。苏江北突然低头靠近着他，你不信我？他本能往后躲，却被他抵在桌子上了，退无可退。韩云七只能笑呵呵的迎上他的目光，不是不信，是确实被吓到了。江北，你隐瞒功夫做得不错嘛。他只在甲方当负责人的事，就想给你个惊喜，没变成惊吓吧？他心虚地问。你过得好，我比谁都高兴，你还能帮我对王家瑶，我已经很感动了。江北，谢谢你。他借机凑得更近了，对脸的模样细腻到极致，韩云七都有些嫉妒他的好皮肤了。我们结婚的事，你可想好了？他指尖轻饶过他的卷发，不经意蹭到他的脸颊，竟让韩云七心抽了一下，未说一句情爱之词，却让他心神不定了。话说一半，身后传来轻柔的女声，江北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两人猛然回头，朝着缓缓走来的竟是一个清丽脱俗的女人，看着打扮就像富家千金。李墨锦，苏江北明显有些意外，但还是朝她走近了，眼神的流转不难看出他们十分相熟。这位是七七吧？他微嗯了声。七七，你好，我是江北老板的妹妹李墨锦。他温柔地与韩云七握手，一举一动都是温柔的，给人一种很想亲近的冲动。但他看苏江北的眼神却实在算不上清白，总有种掩饰不住的痴迷。哥哥让我给你带的礼物，跟我来一趟。李墨锦临走前朝韩云七微微一笑。七七，很高兴能见到你，有机会我请你吃饭。我也是。韩云七目送着他离开，身旁的苏江北抱歉地在他耳边低语，七七，我先走了。见他点点头，他人才匆匆离开，目送着两人并肩上了一辆豪车。韩云七突然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了。5年的时间，既能改变许多事，自然也能疏远一段感情。你怎么让他从你眼前溜走？李婉宁恨闺蜜的太软弱了。是苏江北老板的妹妹，于情于理，
他总不能不理睬吧？你呢，可有新的目标了？韩云七笑着问。李婉宁朝他竖大拇指，你牛，你真大度，我就瞧着一个顺眼的，还匆匆离开了。七七，你说有时真的不公平，就男人这一块，落的落死，旱的旱死，老天爷云一云不香吗？我可以理解为，你这是在恨嫁吗？韩云七微抿一口红酒，甘醇的红酒竟尝出了苦涩的味道。看来他不是不在意，只是没有问责的资格。单凭一纸协议，他都觉得牵强。只是一份单相思，无疾而终了，心里总不是个好滋味吧？我要是有你挣钱的能力，不结婚都无所谓。七七，你真不喜欢秦宇哲？据我观察，他好像比苏江北还要有钱，而且还身心干净。确实如此，他那么好，你追他呀？韩云七歪头靠着闺蜜肩膀上，有个柔软的依靠，是件幸福的事。那我可行动了。李婉宁兴奋地在韩云七脸颊啄一口，惹得他轻笑起来。果然跟合拍的朋友能治愈自己的阴郁。韩云七那晚不知喝了多少酒，反正第二天醒来时，人是躺在自家床上的，身旁的闺蜜睡得正香甜。她赤脚下床，冲一个热水澡，人才仿佛活过来了。喂，是我。听出是苏江北，韩云七好心情瞬间郁闷了。你昨晚没回来，我很担心你。韩云七微皱下眉，我以为你会陪着李小姐。说实话，一个人住那么大房子，他是抗拒的，就因为有着太多回忆，他才不敢独处。对不起，他昨晚突然发高烧，我就送他去了医院，来回一折腾，就忙到现在了。那个，我想陪你去个地方，能过去接你吗？我今天要加班，李小姐生病了，你还是照顾她吧。苏江北深沉地叹口气，在话筒里听着更为压抑。挂了。韩云七没等他回答，直接挂电话了。江北，我可以跟他解释的。李墨锦轻声地说。他是最善解人意，只是遇人不淑，遇到一个渣男，把他搞大肚子，就彻底人间蒸发了。有钱又如何？该找不到真爱，就找不到真心想对的人，受的伤害也一点也不会少。他没有生气，你好好养病，别乱操心。我把琳达秘书给你叫来了，有事他会帮你处理。你这就要走？他撒娇地拽住他的袖子。我要上班的，大小姐。苏江北出了医院，在拨去电话时，一直是占线中，看来他的确很忙。琳达，帮我协调一下，我要去王氏企业上班。好的。他既然这么忙，那他就去陪着，帮着，一起上班，一起回家。感觉就很甜。总经理办公室，韩云七敲门进去，将一份文件递过去，四目相对，竟让他忘了开口。七七，你可想我了？苏江北微微一笑，就有种春风得意的样子。两人近在咫尺，连他的细微动作都被尽收眼底了。李小姐，她病都好了。他在做故而言他已经回某国了。你坐下来，我们聊聊自己的事。感情他来王氏企业，就为了做一件事，跟他谈情说爱。韩云七不情愿地坐他对面了，手里握着茶杯，十分的局促。当年我救了李墨锦的大哥，所以才有了被赏识的机会，所以对他我只有尊重，没有一丝的儿女情长。他在着急地解释。哦，
而韩云七却淡淡的迎上他的目光：“江北，我确实喜欢过你，但那是过去的事。”“真的？”苏江北轻身朝他压来，深邃的眼里透着炙热。“七七，那我还一直喜欢你，我们算不算情投意合？”他想挣脱，却被他压得更紧了。因为呼吸急促，他变得面红耳热，在苏江北的眼中是致命的诱人。“我们不算吧？”他深情地在他唇角亲一口，才又开口：“七七，我们可以先扯证，先婚后爱。”话说一半，门被猛地推开了。“江北，你太让我失望了。”李墨谨眼瞅着他们贴在一起的样子，情绪一下子失控，哭泣气地甩门而去了。“你别听他的。”他坚定地安抚着他。韩云七点点头：“你还是去瞧一眼吧，毕竟他人生地不熟，我怕他会出事。”“那我去就回。”苏江北临走前硬是将他拽进怀里，在耳边低语了句：“七七，我没你不行。”“没你不行，却又不得不走的理由，不觉得讽刺吗？”韩云七觉得不太舒服，下午直接请假了，在家里窝了一下午，昏昏欲睡的，直到傍晚被一阵敲门声吵醒。“怎么是你？”韩云七打开门，门外站着的竟是李墨锦。他微微一笑，将一个礼物递给韩云七，便自顾自地进客厅了，打量一番才笑着说：“房子不大，但胜在温馨。七七，我们俩聊吧。喝茶还是咖啡？”“我想喝果汁。”就这态度，摆明像在挑衅，但李墨锦温柔的样子又让韩云七恼火不起来。一杯茶，一杯鲜榨果汁摆放在茶几上了，但气氛却压抑得让人局促不安。李墨锦喝一口果汁，赞赏地点点头：“七七，你真的是个宝藏，连一杯果汁都做得这么好喝。李小姐，你过奖了。”韩云七若不是足够有定力，这会儿就该飘飘然了。“那我就有话直说了，我喜欢真诚的人儿。”李墨锦挤出一丝笑地说：“江北是我的未婚夫，但他为了你，抛弃一切唾手可得的巨大财富，千里迢迢的来跟你在一起。七七，你一定觉得很幸福吧？那是你们的事，我不便评论。”韩云七能说他也很受伤吗？“那你退出吧。”韩云七重新打量他一番：“李小姐，在爱情里也要各凭本事，如果他足够爱你，你又何须来我这里？换句话说，爱情不是报恩，我尚且没有圈住他，你觉得自己有这本事吗？”“我果然没看错你。”李墨锦豪气地在他肩膀拍一下，然后给他一个盒子，里面装着一套祖母绿的首饰，瞥一眼都觉得晃眼。韩云七被他整蒙圈了，这是闹的哪一出？你通过了考验，我同意你做我嫂子了。七七，别再纠结了，苏江北是真的很爱你。”李墨锦笑盈盈地说：“你在演戏？”韩云七狐疑地望着李墨锦，眼前的女人长一副单纯的样子，却有着古灵精怪的灵魂，让人捉摸不透啊。李墨锦捣算般的点头：“七七，我劝你看看他的后背，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哦。还有，他曾经在弥留之际，嘴里喊的都是你的名字，若没有对你的执念，苏江北估计在救我哥那次就已经死翘翘了。别再怀疑他，好好相爱好吗？”李墨锦有情怀地抱一抱他，才依依不舍地离开。这一次是真的要走了。门被又一次推开了，
苏江北急得一身冷汗，缓缓走近着背对着他的人儿，想着开口解释的，却被他生扑进坏了。突来的亲昵让他笑得有些不值钱的样子，这份拥抱是自己日思夜想的，现在终于如愿，也不怪他收不住了。脱衣服？现在？这么急？要不我们还是回自己家？苏江北心里雀跃，但一想这是别人家，总是怕被半路打扰了。现在就脱？苏江北只能听话的褪去了白色衬衣，后背上的鞭伤以及腹部的枪伤疤痕历历在目，让他看得眼泪婆娑了。这5年来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是李墨锦有多嘴了？你别信他的，我这都是小伤，没他说的那么惊悚。苏江北小心翼翼地解释。韩云七用指尖轻抚他的伤疤，整整18道，交错着重复着，估计在那时都已经血肉模糊了吧？让他手都发颤了吗？心也疼到要窒息了。很疼吧？还好，已经忘了。苏江北想要穿好衬衣，却被他从身后抱住了窄腰。江北，既然在国外混得那么好，干嘛还飞得回来？一纸协议可有可无的。他抽泣的气息都不顺了。一个男人漂洋过海的想要娶她，而自己呢，纠结太多，对得起他的这份深情吗？你还想着抛弃我？苏江北转过身来，很伤感地问。我只是说一个客观事实，江北，你太敏感了。韩云七耸耸肩地笑着回答。苏江北握住他的小手，放在唇边轻吻一下，才深情地说，七七，我做一切冒险的事情，都是为了能尽早回到你身边。你知道，我为了跟你有一丝一毫的联系，绞尽脑汁，才想到用协议来跟你纠缠。我怕自己不够优秀，不能给你最好的生活，才只身去了国外。我又怕你忘了我，才说会为了协议娶你。其实，我早已满心满眼都是你了。韩云七主动吻上了他的薄唇，两人肆意的纠缠许久，才松开了彼此。这份压抑的情感险些让他们错过，好在沟通是个好东西，让一切拨开云雾见晴天。江北，是我太小心眼了。韩云七感同身受的帮他穿好衬衣，还时不时抽泣一下，看来是真走心了。因为在乎才会变得小心眼，我都懂。苏江北笑着替他把话圆回去。江北，我想跟你领证了。韩云七觉得这么好的男人，他一定要牢牢抓住，再也不想错过这美好的时光了。走吧，我预约了专人服务。啊！韩云七还没反应过来，就被他拦腰抱起，一路走向路边的豪车了。幸福总是来得太突然。3个月后，郊区的别墅，韩云七望着面前的房子，3层的洋楼，外形古朴庄严，周围是一眼望不到边的农场，鸡鸭鹅的叫声让他神采奕奕了。这分明是诗画一般的生活。他终于相信苏江北的苦心了，卖惨卖穷，只为了跟他有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还真是颇费心机呀。不过即使被算计了，韩云七心里也是骄傲的，毕竟能被惦记是种求不来的幸福。喜欢吗？苏江北将他抱得更紧了，嗅着发丝间的淡淡桃花香味，他才确定这一切是真实的，与心爱的人在一起的感觉真好。而这里更安逸，不会被打扰，只管享受这份期盼已久的幸福。证都领了，七七，你逃不掉了，以后你就是农场主的夫人，
可后悔跟着我吃苦。苏江北在他耳边蹭了蹭，宠溺的神色让人心醉。你一提醒，确实有点觉得亏得慌。苏江北，我说后悔，你能撒手吗？不能，也不会。他坚定的目光，紧张的样子，让韩云七扑哧笑了，抚平他皱巴的眉头，才深情地在他唇角蹭一下。图着你的钱，我也会这辈子都赖在你身边。苏江北，你才是逃不掉的那一个。全剧终。